怎么样？里面还有人吗？都出来了吗？小心！你们想办法唤醒其他人，我再进去看看。好，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对了，钟秋，放心，来的时候已经找人报过信了，救兵马上就到。好。醒醒！醒醒啊！楚秋，快！八四姑娘怎么了？没事，再是晕过去了。放下。大家都救出来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找到子玉。恶神兄回去查看了。他回去了啊！替我照顾好阿四，我回去找和顺。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都别想走！都别想走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爹，儿子不孝，儿子委屈，他们一个个说为我报仇，到头来都是骗我。谁要为你报仇？是鬼方人吗？不要因为仇恨而一错再错。没错，错的是你们。是，算你倒霉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同归于尽吧。我说，再也不会送你们外部了。子玉他做了这么多，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就只是为了复仇。你可知令妹还活着？你苟活多年，不就是为了再回故土，再见故人吗？当真爱的一切被人剥夺，你所剩下的唯有复仇。但仇恨像是一座迷宫，容易忘记自己究竟从何而来。这一切真的值吗？但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不值得，都要自己经历之后才会明白。子玉虽有祸心，却也可怜，还是让人送他回宁州吧。和顺，以前我不该对你有意。世事无常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，对吧？走吧。
各位远道而来，却遭此恶劫，是我姜文峰失职之过。姜将军言重了，我等此番能够九死一生，全靠姜将军力挽狂澜呐。没错，这一切的罪责都是那罪臣余孽宁子玉为复仇而造成的，你们东鲁城也是深受其害。多谢各位体谅之心。多谢姜将军替厉北查清杀死我夫君的凶手，替我夫君还个公道。世子妃客气了，二位此番前来，令夫惨死于东鲁，东鲁实属有愧。还望厉北不计前嫌，与东鲁之间仍似往昔。将军放心，家翁北伯侯已然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二位公子的冤屈也得以洗清。家翁特地嘱咐，日后定当与东鲁携手，护卫商山。多谢。也请世子妃节哀。将军保重，妾身就先告辞了。世子妃保重。没想到，今年的高梅祭，竟然在我手里毁于一旦。是我愧对东鲁。大公子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保护了各方使臣，大家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探子已经传回消息，这些年乾坤相一直和宁伯侯勾结，贩卖兵器，买卖私军。走私兵器，豢养私军，乃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这李老跟宁伯侯非亲非故，他为何会铤而走险，替他卖命呢？可能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渊源。如今知情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很多事情你也无从得知。话儿说，宁子玉死前跟他提到，帮他复仇的人不止李老，难不成那个人也跟李老一样，是宁伯侯的旧人？你觉得是谁？自世子营开营以来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鬼方人的身影一直隐藏在幕后。你是说，是鬼方操纵的？我也不太确定。当务之急，是你要如何处理李家。按照东鲁律例，勾结叛臣，杀害崇义武，当满门抄斩。但李老以命换命，将乾坤相充公，抄查李家，已经效尤。大哥，李家真的非抄不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姜将军若要抄查李家，末将请命前往。末将明白，律法为本，不可徇私，但末将担心阿四他。去吧，照顾好阿四姑娘。多谢大哥。爹出不去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阿四拉出去啊！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都要活下去。阿爹。
爹呢？阿爹，小姐，小姐，这不可能，他答应会护我一辈子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迪阿斯接令，这位将军，发生何事了？呈盘赤将军令，东鲁城商人李老五勾结叛臣，杀害北伯侯世子崇义武，其罪当诛，便其在危急时刻舍己救人，但功不抵过，遂收归乾坤巷，抄查离家。阿四姑娘，接令吧。阿四，小姐，让他去吧。四儿给爹送的礼物，爹自然是要随身带着了。不过，有一串就够了。你呀，还是选你自己喜欢的吧。阿爹，我们回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怪石已挖出来了，请将军过目。无虞，这是何物？怎么会从地底下钻出来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血晶石？血晶石？什么是血晶石？花儿，你不知道也属常理。传说这血晶石已绝迹100年，无人见过。为师也只是在古籍中略知一二。传说血晶石生于东鲁，长于墓穴，其状如酥而赤红，需用尸体骨血灌溉方能凝结成石。
所以名曰血晶石。没错，此石对活人无恙，却能让尸身满目疮痍。所以我东鲁子民为了保护祖先的尸骨，在100年前，用一场大火将此石彻底灭绝。100年间，此事已成传说。没想到在我东鲁的祭典下再次出现。没想到世间竟然有人用尸身骨血灌溉出来的奇石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万物相生相克，自然有我们未可知的因果。所以说是昨夜死去的人用尸身哺育出了血晶石种，所以才让这些血晶石破土而出。正是如此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此石必除。为何？传闻此石一出，有公室之乱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挖到根部，再将其彻底铲除。启禀江将军，我们在除石之际发现了这个。这难道是圣安先祖的遗诏？东鲁诸卿协力辅佐，助孤完成不世之功业。然天定圣人，人定圣天，故特命东鲁诸卿世代守卫血晶石。此事重大，关乎王爷所祭，诸卿谨记。长生仙药重现人间之际，便是血晶石现世之时。若是诏书所言，血晶石如今已现世，那长生仙药岂不是也出现了？这没说长生仙药在哪儿？并未提及。若东鲁奉命世代守护血晶石，那为何会在100年前将其燃烧殆尽呢？也许并未燃尽，而是在祭典神像底下留了一些粉末。或许，这就是保护血晶石最好的方法。师傅的意思是，这血晶石虽以尸身为养料，常人觉得它避之不及，但我东鲁祖先奉命保护，即便埋下粉末，也不会轻易的重新显示。这样，既上承了王命，又守护了晶石。没错，祭典乃神圣的地方，不会有人在那儿行杀戮之事。可是长生仙药和血晶石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总觉得这诏书没头没尾，而且这好像被人撕过，不知道另外一半写了些什么。虽然只有一半，也聊胜于无啊。16年了，长生仙药终于有了新的眉目。师傅，大哥，你们怎么不开心啊？我们有长生仙药的线索了。16年前，宁伯侯便因寻找仙药，险些家破人亡。四儿，阿爹给你打了把长命锁，保你长命百岁的。阿爹，我饿了。饿了？好，好，阿爹这就去给你弄吃的啊。小姐，你从醒来就没吃过东西，我熬了点粥，你喝点儿。我不喝。
小姐，你还是吃点吧。我先退下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该死。退下吧。四儿，斩信之时，为父已不在身侧，有些话当面难表，故写下书信，望有朝一日，你能知晓你真正的身世。16年前，商山一夕挂瓷道出，失落多年的护国圣宝长生仙药，在宁州境内涂山村重新出现。于是商山下令，命管辖宁州的宁伯侯带兵前往涂山村搜寻仙药。当时我李老五还只是个流匪寇首，平时带着一帮兄弟四处打劫贵家，讨口饭吃。那一阵遇到官兵追杀，与兄弟分散，意外流落到涂山。无奈之下，想在这涂山村中寻点黄白之物救急，不料却目睹了涂山一族被灭族的惨剧。交出圣药，本侯饶你们一命。涂山有祖训，仙药出现，人间大乱，杀光我涂山一脉，也得不到仙药。你再说一遍。后山悬崖发现一个山洞。好，仙药必在洞中，你们去搜，涂山村男女老幼一个不留，别给我杀了！没有想到，宁伯侯大开杀戒，我决定趁官兵没有发现我时，偷偷下山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有婴孩的啼哭声。我本想扔下那婴孩，独自逃走，但却不知怎的，始终放不下手中的孩子。于是我只好抱着他，一同逃出了涂山村。而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婴，就是你，四儿。当时，我看到怀中的你，觉得可能这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缘分。于是我决定收养你，认作女儿，也好彼此做个伴。我还把我老娘的乳名给了你，四儿。我本希望你可以平安顺遂长大，可没想到一场高烧，差点就让爹失去了你。除了按时服药，还可以打造一把金锁，以求长命百岁。若爹那时再有些本事，就不会害得我们四儿连一把祈福的金锁都打不起。贵人慢走啊！偷我钱包，抓住他！胆子挺肥啊，敢偷我钱包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需要这钱救我女儿的命！呸！下贱的东西，给我打！贵人，贵人！狠狠的打！打碎他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侯爷，侯爷，此人交给我吧。是。李老五，哎呀，你可是让本侯好找啊！你落在涂山村的东西，可还记得？大人，
您这是？只要你愿意效忠于我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。实在没想到，宁伯侯会循着我匆忙之时落在涂山村的钱袋找到我，还用你涂山后裔的身份来威胁我，帮他做事，打开东路地下商路，搜集各方情报。此外，我还得用这条暗路帮他运送兵刃和粮草，那可是豢养私军的杀头重罪。可当时你的病情已无法再拖延，我答应你。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用这笔钱开了乾坤巷，与宁伯侯暗中交易。但我总归是知道的，乾坤巷的来历，迟早是个隐患。只是没想到，来得这么快。自欲用你的身世和性命作为威胁，让我帮他为父报仇。我自知别无选择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四儿你不要受到伤害。如今你已知晓来龙去脉，还希望你不要责怪阿爹擅自替你做主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些年来，商山境内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怪事，在我多方调查和求证之下，万般之起源，似乎都指向涂山村那一夜的屠杀。涂山村，四儿，你可以回到涂山村，探查这一切背后的真相，也可以当无事发生，隐姓埋名度过一生。此前，阿爹总想帮你做主，但从此以后，走哪条路，做何等人，只能你自己决定。但无论你做何种选择，阿爹都希望你幸福。阿爹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侯爷为何叹气？是谁？原来救我的人是你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你是为了问问侯爷，可还记得一个人？什么人？侯爷，可还记得魁拔师？魁拔师，你那鬼方的邪恶赃物，与我何干？那阿子邪物，侯爷不觉得眼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怎么到了侯爷这儿，都是父子对面不相识啊？可怜你的大儿子年纪轻轻，命丧国都也就罢了，连魂归故里，入土为安也未能如愿。一别多年，见了亲生父亲，却成了父亲口中的阿兹邪物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你说谎！侯爷当日看到那魁拔师时，有没有注意到他左臂上的胎记？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是谁指使你的？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儿？侯爷老了，记性坏了。杀你儿子的明明是商山的王，害你儿子是炼药失败的你。不过最可惜的是，侯爷当年炼制长生仙药，
其实并未失败。你胡说！当年炼药我全程在场，那药就是假的。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长生仙药。当时长生仙药已成，可惜侯爷肉眼凡胎，使不得仙药降世，这才失了千载难逢的荣华富贵。反招商山降罪，害死了自己的儿。住口！住口！长生仙药就是假的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不是我害死我儿的。今日是二公子的生辰吧？可惜呀，侯爷在这地牢里待得久了，怕是对外面的事情不知晓。令郎本已逃过一劫，但却为了给你报仇，已命丧于东鲁神庙。多么孝顺的孩子，可惜了。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一世你我之间的恩怨也到此结束了。想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是你！仙药现世了！禀王上，地心一起，之前之卦恐怕已经运行了。太好了！终于现世了。可公孙大人刚传信说，鬼方闹事。鬼方？苦寻多年，方等到仙药现世，这才是头等大事。传旨，着世子营即刻出城寻药，领队之人东吴侯府姜文焕。我不明白，为何寻仙药如此重要的事情，王上竟要交给焕儿这群毛头小子，还不让你我随行护卫，究竟是何缘由？当年宁伯侯寻仙药之时，王上便一直忌惮于他，怕他独吞仙药，拥兵自重，所以才会杀了宁州世子。如今仙药再次现世，你觉得王上还会相信你我这样的朝臣吗？只有作为诸侯人质的世子们前去寻药，才会顾及母国，不敢私吞仙药。王上果然是思虑周全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焕儿出事的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告书下，孤闻世子营诸子，故君命诏，救东鲁于危难之中，金汤作酒，永冠全军。又得圣安先祖诏书，重使我商山瑰宝，长生仙药之尊。现特许诸子为商山使者，待孤前往东夷，为孤寻药，保我商山万世之昌，亲哉！谢恩。谢王上。姜文焕，此去东行，王上特命你为世子营百夫长。
上前领命。末将领命。我这有一个名录，上面有名字的，与你一起出发。交给你了，程兄。师傅，若按先祖诏书所说的长生仙药所在地，难道就是东夷？诏书上并未明示，只是这诏书的材质，乃东夷钟离国特殊制造的一种皮革。也就是说，就此线索，王上才派你们去钟离。钟离，10余年前才归附我商山的方国。这一切都还只是推测。焕儿，此去钟离，必定万分小心。焕儿知道了，定不会辜负师父所望。长生仙药，钟离怎么会有长生仙药？长生仙药，钟离怎么会有长生仙药？怎么不可能？怎么还没睡？你不也还没睡吗？睡不着。怎么，在想玄耀的事儿啊？对了，你刚才说钟离不可能有长生仙药，怎么？你去过钟离？钟离至我难度甚远，我自然没有去过。没去过呀？我只是在想，这钟离已10多年前才归附于商山，而这长生仙药，传说属于圣安时期。这圣安先祖为何要把商山的圣物藏于方位蛮夷之地？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别人心虚的时候都是用眼睛乱瞟，你不是，你就喜欢目不转睛地盯着别人看。有吗？有。不过没关系，你说没去过，就是没去过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只是你记住了。只要你有什么心事，都不要对我有所隐瞒。无论你想去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帮你。你别忘了啊，兄弟之间要是有所隐瞒，可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好，这就对了。你是我姜文焕最好的兄弟，我罩着你，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马上就要离开东鲁了，你还能罩着我呀？哎，无论去哪儿，只要有我姜文焕在，我都能罩着你。得了吧你！对了，阿四的马鞭，你是不是得还给他？明日吧，总得跟人说一声不是？行。这鞭子是阿爹当年亲手给我做的，没想到他还能再回来，谢谢你。这鞭绳被火烧得不轻，我虽尽力修补，但恐怕也比不上李老的手艺。没有，
你修得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对不起。是我李府对不起东鲁城，我不知道乾坤巷原来一直都和宁州有所关联。上一辈的恩怨，不该由你来承担。所以，我决定回宁州去查个清楚。宁州？阿爹去世前给我留了封信，信上提到了我的身世。你是宁州人？宁州涂山村，就是16年前王上派人寻找护国圣宝的地方。宁州有长生仙药，可我们今日收到王命，说是让我们去钟离找。钟离？没错。这长生仙药究竟是在宁州还是在钟离？不管这长生仙药究竟在何处，它带来的却总是血雨腥风。虽然16年前我曾经从大乱中死里逃生，但是始终逃不出它带给我的阴影。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看看，查明真相，也算对得起东鲁这些年对李府的照拂了。没想到你能有这番见解。几日不见，真是令在下刮目相看。本小姐可是要干大事的人。哎，你看，好美啊！你喜欢这个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等，哎，等，这个不要，钱不用找了，多谢啊！儿子，儿子，人呢？这么快就走了，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后会有期呢。保重。往年高梅祭后，祭典现场都会为全城百姓开放，祈福祭拜，香客络绎不绝，供果和清香的味道能传出半座城去。如今，若我能早一些看出是子玉在背后捣鬼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。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爹娘。你可还记得？每次祭祖的时候，父亲都会在此对我们说些什么。
自是记得。数百年来，我江家将门子嗣，是以守护天下为己任。对，父亲还说，江家护卫东鲁，不为权力，不贪富贵，更不惧生死。生，便以血肉之躯护卫一方故土；死，便以一缕忠魂赐福满城百姓。虽然祭典被毁，但是江家的忠魂必然一如既往地守卫东鲁城，赐福于百姓，也赐福于你。你此行，我已为你祈福。你乃我江家这一代唯一传人，列祖列宗定会护你。我可不是江家唯一的孩子，江家唯一的继承人只有大哥你。哎，大哥又想骂我，弟弟今天可要远行，不然把这顿揍留到你我兄弟二人再见之日。我向大哥保证，此番我定要找到长生仙药，为商山立功，重建东鲁祖庙，让世代功勋的牌匾重新挂于我东武侯府的门楣之上。你可还记得，父亲传我们长戟之时，可曾说过什么？你记住了，我江家的长戟能斩敌寇之首，能封奸佞之后。没错，江家长戟乃百兵之王，持戟闯阵，可以一敌百，游龙一掷，勘破乾坤。但是你可知道，我江家宗庙百年所靠，却从来都不只是这绝世技法，而是江家世代先祖敢死而后生之勇，倾肝沥胆之忠。数百年来，我江门子嗣，女为巾帼英雄，男为赤血儿郎，他们穷极一生，南征北战，浴血杀敌，甚至战死沙场之后，尸骨无存，只留下了这一把把伤痕累累的长戟，存于宗庙之上，堪堪留住了最后的热血荣光。如今，江家先烈不在，但是英魂永存。这个你拿着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江家真正的战士了。你要知善恶，明是非，守住自己的底线。江家世代英魂定会助你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做到你想做的事，护好你想护的人。最重要的，臭小子，给我平安的回来。走吧，送你去城门口。哎，大哥，等我会儿。臭小子，此去寻药，吉凶未卜。所谓护国圣宝也虚无缥缈，你定要事事小心啊！好，我都知道了，定会记住大哥的嘱托。你们是我与江将军挑选出来的精兵良将，此行南去，你们代表的是整个狮子营。记住，道虽远，然有伴；心若定，则无畏。
这一路上，不管你们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你们团结一心，便能一往无前。公孙先生和江将军大可放心，我等都是二位亲手练出来的，必定不会丢了东鲁的颜面。姜文焕，姜文焕在。今日你带队而去，来日定当带队同归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末将遵命。今日同去，来日定当同归。今日同去，来日同归。好了，出发吧。焕儿，师傅，有句话，为师需要提醒你：此行千难万险，福祸难料，切忌适可而止，莫要泥足深陷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不要忘了宁伯侯的教训。国都一怒，非一方诸侯所能承受。你必须记住，你的身后是整个东鲁。去吧。开拔！出了此处，便是出了东鲁关门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不见不散，后会有期。每次在你这儿喝上一盏草茶，纵使公务千头万绪，也能尽心的努力。大公子既是喜欢，待我回国都之前，多给你晒制一些。平日里忙公务时，要小姨给你煮上一点吃。
是我只想和你住。你也准备走了？你放心，待我回到国都，便会奏请王上，调动饕餮军，保护孩子们的安全。国都不似东路，湿冷多雨，带着吧，用得上。转眼间，阿纳什都这么大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？走了。你何时再返东路？我是想说，你要是走得久了，阿纳什的药不够，我再去拿来些。多谢。无虞，我木槿花开时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今年的天比往年天冷，可这深秋才开的木槿花，竟然初秋就含苞了。你别怕，在下姜文峰，年方18，东鲁人士，军户出身。从小无父无母，幸得东鲁城侯爷赏识，成为义子。现在军中为东鲁效力。大公子，你就见见吧，他当我家上架，没见过这20郎当岁还喜成。大将军，是该娶亲了。我只想娶我最心悦之人。先生，先生等一等。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先生，究竟是如何看待在下？将军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下官此生无以为报。撤！停车！快停车！2年前东京大乱，我与鬼方鏖战3日，落入陷阱。你可知那一刻我在想些什么？父亲有文焕、易遥承欢膝下，我并不担心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忘了我？会不会嫁与旁人？我不想你忘了我，所以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出了陷阱，死里逃生。在下姜文峰，年方32，东鲁人士，军户出身，东武侯府养子，现在军中为东鲁效力。我尚未娶妻，只因我在等一个人。我想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带她回家，爱她，护她，和她一起照顾好她的孩子。春花秋月同赏，
眼下寒冬共度，直至白发千古。其实你也不用着急给我答案，但是我已经想好，无论你现在要做什么，无论你要去哪里，我姜文峰都不会放弃。没想到，世子因此行，竟偏偏是去钟离。老奴担心，昆吾公子一旦进入钟离，便会得知他妹妹的消息。公子有何打算？既然如此，就派人通知七妹，将他兄长回来的消息告知于他，也好让他们早日相认。若他们二人相见，老奴担心会暴露身份。如今南都方兴日盛，万一公子体弱，寻找替身的事情败露，周围虎视眈眈的方国必将趁虚而入，届时南都危矣呀！丙叔思虑的是，但他帮我这一遭，已经是我亏欠他的了。如今命运让他再回钟离，我就算拦，也不一定拦得住。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让他与唯一的亲人见上一面，也算是实现了我对他的承诺。老奴知道了。你上封密报里说，此次事件的背后似乎有鬼方势力。可有查到什么线索？并无，这人行踪颇为诡秘，我们派出去的人，不是跟丢了，就是失踪了。此人周旋于鬼方宁州和东鲁之间，是什么路数？什么路数？来者不善的路数。他既是鬼方人，那从鬼方国查起总是没错的。让我们在鬼方的暗桩好好调查一下。是。我总觉得，此次钟离之行，并不会简单。看见了吗？麒麟斗而日月食，鲸鱼死而彗星出。星辰者，天之期也；彗星者，天之纪也。这是上苍的告诫。最近钟离国可有要事发生？上山派世子营前来钟离，要寻那长生仙药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过姑喜，刚才的星象卜辞，你还漏了后半句。还请国师赐教。残而思而伤弦绝，奔星坠而渤海绝。世子营有没有命数来到钟离，还未可知啊。
再翻过一座山，明日就应该能到钟离。听说钟离虽偏安一隅，但却是高于之地，良田沃野千里，桑丝取之不尽。可不是嘛？不然我商山为何在多年前费尽心力，也要将其收归呢？哎，那你们知不知道这钟离为何如此富庶？为何？话说这钟离国仓领食，衣食富足，他们当地十分信奉巫术，他们认为是上天的眷顾，钟离才如此富有。但也正因如此，钟离虽有国主，但其实是国师之国。传闻那国师法力无边，可上天入地。多年前，钟离大将昆泽起兵谋反，正是国师用法力降服那万千军马。其实，什么？怎么了，阿水？你也听说过钟离？出发之前略有研究。那你也给我们讲讲。听闻钟离大地上有一条河贯穿始终，称为十里蓝山。河水微蓝，鱼贯而入。到了黄昏，余晖尽洒于河面，水光潋滟。五儿在那儿。二爷抓到了。五儿，好样的！晚上回去让你阿娘烧了。好，看着就很好吃。哎，还有呢？只有这些，其他的便不甚得知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们没一个人说到重点。什么重点？美人儿啊！哎，真的，传说钟离国美女如云，这次我西川大少重出江湖，必须抱得美人归。怎么样，重兄？要不到了我带你逛逛花巷？不去。重兄。你怎么就这么不解风情啊？你又不近女色，哎，莫不是咱们重兄有什么难言之隐呐？是吧？听到没有？哎，过来！你们见过重兄碰女人吗？啊！你们过来！怪不得那谁给你跳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反应，是不是真的啊，重兄？真的没见过重兄。给我闭嘴！是啊，重兄，重兄，教训他，教训他！3，我服了，服了，过去。哎，我让你胡说，说错了啊！我不说，我说错了啊！重兄你轻点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哪来的瘴气啊？错了。大家快捂住口鼻，瘴气有剧毒，快用衣物捂住口鼻，口鼻。是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